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已经在上海的苏州河畔了啊。刚刚我是从四川北路站经四川北路乍浦路呢，来到了这边。中间呢也去看了一些保留下来的老房子、老街区。印象比较深刻的呢，就是有一片保存下来的这种石库门房子改造成了商业的街区，所以这边还是值得来走一走，或者说是在这样的雨后天晴之后的这个时段啊，吹吹凉风，来一段 city walk， 我觉得是最佳的地方。看看这边是苏州河快要汇入黄浦江的精华地段啊，这边呢有很多老房子，但同时呢也有很多老房子被拆掉，建成了这种稍稍有点仿古的建筑，但是是全新的酒店。看到有很多拎着这种大型的拍摄设备的摄影师们啊，应该都是为那些网红拍照的。这边呢，真的随便坐在哪里啊，都可以露出非常灿烂的表情。就拍摄照片啊，真的非常的时尚，真的是一种现代的生活。前面呢就是上海邮政博物馆，有江泽民题的词啊，但是我来到这边好多次，都一直没有机会走到里面去。我甚至不清楚要怎么才能够进去，是随便进去参观呢，还是需要预约啊？这里呢就已经来到了四川北路了，刚刚就从那边的四川北路站走过来的，距离这边呢大概一个地铁站的距离。这是好多年以来啊，我记得是第一次走进上海的邮政博物馆，这个给大家拍照留念的地方啊，天潼路。这个地方我以前应该来过的，真的忘了啊。你看啊，我想起来了。这些柜台像银行一样的柜台呢，以前就是处理邮政服务的地方。上面还有银行，真的挺像的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功能？这边好像有不少工作人员呢。
也有卖一些邮票啊，和邮件相关的一些服务吧。这个应该是参观的一个入口了，这里才是正式参观的一个入口。毛泽东写的“人民邮政为人民”，江泽民题写的“上海邮政博物馆”。这是前言。上海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之一啊。开埠以后，这个邮政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方便。讲述的是中国邮政的历史，从古代到现在3000年了。松江府成图，华亭县、娄县、富郭，别的地方很少看到。上海图，你看黄浦江边上，这里是租界，英租界，上海县，这上海县就是这么点。当年的一些邮政条例。这是我们大清的邮政啊，有一条龙在上面。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，刚好100年左右，上海先后存在过邮驿、民信局、客邮局、海关邮政、大清邮政、中华邮政等机构。江海关邮局。大清邮政发行的这些邮票，那个已经是民国初了吧，已经是孙中山的图像在上面。这已经发展到中华邮政时期的服务了。你看，通过飞机、海运、陆运等等啊。这个就是邮政大楼，按1:100的比例复制的邮政大楼。这座邮政大楼建造于22年，1924年正式竣工，到现在应该刚刚好100年啊，是我国建造最早、规模最大的邮政标志性建筑之一。当时花了300多万。侬所有的信息哦，大概有多少个信箱，侬到辰光来看就可以了。对。葛么比较保密嘛，阿拉电话当呢就自家拿搿个1741号这一格，自家收到进来的。所以联络了杂志啊、文件啊，很多都看这个，再来看。这是机构的人格。这
这是49年以后，也称之为解放以后的邮政的变化了。100多年的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，其实中国的邮政呢，已经不是唯一的为老百姓送邮件的这种机构了，更多大家是用快递的服务。所以时代的变革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那么多年的一种发展，但是唯独缺了一个就民营的这种快递服务的发展，在这个里面是完全没有反映出来。我们也不清楚啊，这些民营的快递服务到底占了邮件、邮寄、邮送这种多大的比例，但我相信呢，应该占了更大的比例了吧。在结束我们的参观之前，就看到以前的邮递员呢，都是骑着这种很大的单车，非常熟练的走街串巷从发送报纸到邮件，还有电报，都是靠这些来服务的。你看，这里就是邮递员的服装从清朝当时还是戴着斗笠的，怎么后来呢就是绿色的服装，到现在应该没什么太大区别了。中国第一套邮票是清光绪4年，1878年所发行的海关一次云龙邮票，就有这么一个邮票，太小了看不见啊。这个是放大看的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英国呢，其实是1840年发行了世界上第1枚的邮票黑便士。也就是说，在38年以后中国的邮票也诞生了，这是黑便士邮票。也挺有意思的，世界各国的第1种邮票前50位。各种各样的邮票。以前有很多人是集邮的清代海关邮政邮票。各个时代的邮票，挺有意思的。上海市集邮协会成立。好。
参观呢已经到此结束了，但是必须原路返回。可能就是刚刚我们进的地方，也是我们的出口吧。但是挺有意思的，真是了解一下中国的邮政历史，其实也就是不到200年的时间啊。在这样的一个由西方传来的一种理念，就有了中国的这种现在还在沿用的邮政的服务。期间呢，经历过清朝、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一直到现在新的时代，就这些邮政的服务呢，一个国家必须有。但现在呢，已经并不完全靠国家的邮政的服务，就老百姓的需要呢多元化了，而且也应运而生了很多的这种民营的企业，甚至呢这些民营的快递公司啊，担负着更多的这种运送邮件，当然也有快递各种物品的服务了。所以我觉得100多年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变迁，所以现在呢，只能是来回望历史了，就看看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里面啊，就这些邮政，估计也必须得要与时俱进才行了，否则的话，某一天可能就真的只能摆样子了。好了，今天还真不错，还了一个心愿，就在四川北路苏州河旁边啊，就参观了上海邮政博物馆。那是非常不错的一段参观。其实这栋大楼非常大啊，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它后面实际上是有个很大的中厅的，还有好多的房间啊，可能现在都用作这种邮政的办公室了吧。这里面还有一些邮政的车辆这种等等吧。但现在呢，主要是一种摆设博物馆形式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就离开后面的上海邮政博物馆，我们顺着四川北路桥再走一段。四川北路桥上面写着载重15公吨，但这座桥呢，其实还是很美的，弧线型的。我们再来回望一下刚刚我进去参观的上海邮政博物馆，这栋美轮美奂的大楼啊，现在已经成了苏州河边上的地标了。换了一块电池啊，
现在我还是在苏州河上的四川北路桥，这边真的有一段时间没来了，尤其是像这样的闲逛。这边写的优秀历史建筑四川中路。四川路桥又名李百度桥，1860年建了浮桥，1878年建木桥，1922年竣工，就是现在这个模样，也是100多年了。过了桥呢，这边的一条马路就是南苏州河桥了。这边呢很有意思，有个中国石化的加油站，我自己这边曾经来加过1、2次油的。真的，今天是突然变天了，有一种一夜变天的感觉。我们还是到苏州河边上去走走吧。有一段时间没来了，你就会发现呢，在上海的一些重要的区域，环境又有了一些变化。有一些呢是建了一些新的楼房但更多的呢，实际上是把这种和平的环境重新打造了一番。刚刚我就从对面的上海邮政博物馆出来的，眼前的这条呢就是四川路桥，你看像一条彩带，这种姿态非常优美的横卧在苏州河上。看看对面，这些都是新的大楼了。旧的大楼呢，应该是在南岸，就是我现在镜头对着的地方，应该是一些旧的房子。就北岸的很多房子其实都拆掉了。
走过南苏州路啊，这边叫虎丘路。现在我在南苏州路上走过光禄大楼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大楼很大啊，但是好像还没有完全利用起来。就苏州河的边上有很多的老房子，但是呢，有些产权不清，有些呢，你要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功能啊，还是要寻找一些合适的机会。所以这边呢，很多都是已经被国家收购，或者是由国家来整体开发。但是很多的这些楼房呢，其实它的经济效益并不好，因为很多找不到合适的买家，也没有办法发展合适的这种商业啊。这个对面呢就有一个教堂，这个教堂呢应该蛮有名。这个地方呢叫愚园路了啊，应该是上海外滩园吧，就是外滩的发源地，这么一个地方。我们来看一看，今天这个元兴天安堂这门是开着的，这是干什么？边上呢还保留了一点点以前的老房子，但大部分的旧建筑都已经拆除了。这个教堂呢还是在的啊，但不知道还做不做礼拜呢。这个呢，我记得这栋楼是教堂的配套啊，以前是教堂的宿舍楼，应该是的啊，教会的公寓。我的左前方呢就是外白渡桥了，就是这座外白渡桥出现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啊。看前面那个黄黄的房子呢是上海大厦。走过南苏州路，向着前面的外白渡桥再去走一段。这里呢就是外滩的发源地，经过很多次的反复的美化环境啊，这边呢真的已经变得非常的漂亮了。我们来回望一下这个小公园，边上的就是外白渡桥了。1907年建成的外白渡桥，到现在已经
快120年了。可以看看，在这边非常开阔的并入黄浦江的河口。然后这个外白渡桥就是这样，金属的结构，应该已经经过了维修过了。前面呢就是上海大厦。那么在这边呢就结束在苏州河畔的闲逛吧，算作我们今天 City Walk 的第2段啊，风景非常优美。那么在这边呢结束我们第2段的步行，我们 City Walk 将继续啊，请大家跟随着我的脚步，继续看一看上海春天的景象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